紧接着，白云清也是使用他自己领悟的方法，进入了那宫殿之中。进入宫殿后，白云清并未发现楚风三人，而是自己单独的进入了一道长廊之中。若是继续前行，等待他的将是考验。但白云清不知道的是，他虽然没有见到楚风，可他现在的一举一动却都被楚风看在眼里。原来楚风进入宫殿后，并没有如白云清一般被传送到一座长廊内，而是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空间。此时的楚风便获得了一种优待，楚风可以自己挑选他接下来面对的考验。宫殿内有着19个长廊，也代表着此地有19种考验，每一种考验都有一个单独的入口，但最终的终点却是相同的。虽然终点相同，但因为考验不同，所以最终获取的好处便也不同。正因楚风可以选择，楚风现在不仅可以看到19个长廊，同时也能够看到白云清三人的位置，并且也知道他们所处的长廊是何种难度的考验。林航所在的是最简单的，白云清所在的乃是难度为第2的。不过他们3个应该都是被随机分配的，哪怕林航也是如此。唯有手中还握有钥匙的楚风拥有挑选权。楚风知道最难的考验可以得到的必然最好，所以楚风不想与白云清同行，而是决定挑战最难的。只是说来也巧，楚风想挑战的考验刚好是李塔尔所被分配到的地方。虽然真的不想与这个女人同行，但是为了不错过这次机会，楚风还是选择了李塔尔所在的地方。决定之后，楚风便握紧手中钥匙，下一刻传送之力便将楚风传送到了李塔尔所在的长廊之中。怎么是你？李塔尔见到楚风面露不悦，而楚风根本不理他，径直的向前走去。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不成？李塔尔不仅追问，更走上前来，想要抓住楚风的后衣领。可就在其伸手之际，楚风则是忽然止步，猛然回头，那冷冽的目光让李塔尔伸出去的手停住了。楚风没有出手，只是冷冷的看着李塔尔，便让李塔尔心底发慌。现在可没有你父亲护着你，你说话最好客气一点，不然我可不会惯着你。楚风此话说完，便继续前行。李塔尔此时情绪复杂，他是真的被楚风的眼神吓到了，可他却不甘心如此。他何时受过这种委屈？客气一点，那我倒是想要问问，我若是不客气，你能如何？李塔尔问道。我提醒过你了，别来惹我，你若不听，后果自负。楚风道。哎呦，你好拽哦，难怪你奶奶会被人害死，估计和你一样装吧，那你奶奶也是死的活该。李塔尔道。他此话刚出，一股寒意便横扫而来，下一刻一只大手便抓住了他的脖子。紧接着李塔尔身体快速后移，伴随一声巨响自身后传来，他的头重重地砸在了墙壁之上，强大的冲击力让他感觉大脑一阵晕眩。是楚风抓住着他的脖颈，将他按在了墙壁之上。当他看清楚风之后，感到难以置信。他本以为楚风是虚张声势，没想到竟真的敢对他出手。但反应过来的李塔尔并未惧怕，反而是被怒火吞没，对着愤怒地咆哮起来：楚风，你敢伤我，你死定了！我父亲绝对不会放过你，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听闻此话，楚风没有一丝慌张，反而眼中寒意不减的情况下，杀意渐浮。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楚风冷冷的道。哼，有本事你就动我一下！李塔尔话还未说完，腹部便一阵剧痛，紧接着胃部一阵翻涌，随后嘴巴一张，大口鲜血喷涌而出。是楚风一拳打在了他的腹部，但这只是开始。一拳之后，紧接着又是1拳、2拳、3拳。楚风暴怒之下，连续5拳下去，皆是轰在了李塔尔的腹部。当楚风松手那一刻，李塔尔便直接瘫倒在地，颤抖着蜷缩起身体，痛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再继续嘴臭啊！真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敢打你！楚风冷冷地看着李塔尔，眼中没有一丝怜悯，反而是大手一抓，直接抓住了李塔尔的头发，将其硬生生地提了起来。别打了，我错了，我不敢了。这一刻，李塔尔终于再度开口，只是此时的不仅开始认错，说话都是带着哭腔。对于这一幕，楚风完全不意外，这种欺软怕硬的人，楚风实在见得太多了，而越是这种人，就越是欠教训。不敢了，楚风冷然一笑，随后又是1拳，又重重地砸在了李塔尔的腹部。这一拳明显比之前的拳更重。楚风，再继续，他可能会死哦，就这样打死他，是不是太便宜了？女王大人提醒道。我并没有打算杀他。楚风道。你不杀他，他一定会报复你。听到楚风没有动杀心，女王大人反而意外起来。他死了我倒不怕，就怕白云清有麻烦。楚风道。那你还出手？出手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女王大人道。没事蛋蛋，我自有办法。楚风此话说完，便再度出手。过了片刻，当楚风停手之际，李塔尔已是趴在地上，除了哀嚎之外，身体颤抖得更为剧烈。而楚风则是俯身蹲下，掐住李塔尔的脸，将他的脸对着自己。看清楚了，今天打你的人是我。楚风道。你放过我吧，我不会告诉我父亲的。李塔尔根本不敢正视楚风，看着我。楚风忽然大吼，被楚风暴打一顿的李塔尔明显对楚风有了极深的恐惧，在楚风一声怒吼之下，尽管不敢直视楚风，可还是照做了。看着楚风的时候，他神情无比紧张，眼泪无法自控的从眼眶流出，整个人已经濒临崩溃。记住现在的感觉，我不是你能招惹的人。另外，以后对我的兄弟也客气一点，否则你下次会丢掉性命。楚风此话说完，便手握阵法按在了李塔尔的脑袋上，阵法相融，很快李塔尔便昏死了过去。而楚风则是布置了疗伤阵法，开始为他疗伤。本女王知道了，你是干扰他的记忆，给他注入恐惧，让他误以为刚刚的是幻象阵法，而不是真的。女王大人看着楚风布置的阵法，恍然大悟。对，这女子虽然嘴臭，但罪不至死。但我实在看不惯她一直这样欺压白云清，这个方法会无形之中让她对我心生恐惧，也许能够让她收敛一些。楚风道。
阵法布置完毕之后，楚风知道李塔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醒来，而对自己阵法较为自信的楚风也没有再理会这个李塔，便向长廊深处行去。接下来，楚风便接连面对了几轮考验，这都是结界之术的考验。虽说楚风选择的考验是最难的一种，但是对于他而言却并没有太大难度。当楚风通过最后一道考验之后，穿过结界门那一刻，他进入了一座较为虚幻的大殿之内。之所以说虚幻，乃是因为这大殿像是一座幻象阵法，所有物体都不是实体状态，更像是灵魂状态，同时也弥漫着特殊的淡淡的宛如雾气一般的气焰。虽然大殿内的感觉是迷雾重重，不太清楚的感觉，可偏偏大殿的地砖乃是透明的，因此楚风能够看到，在他所在的大殿下方还有着一座大殿，下方的宫殿乃是实体，但是构造则是与楚风所在的宫殿一模一样。不过因为是实体，并且没有宛如雾气一般的气焰萦绕，所以下方宫殿的东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座修炼之地，其中蕴藏着可以让精神力得到增进的力量。就在此时，楚风手中的钥匙有了反应，钥匙赋予了楚风力量。楚风现在可以再次做出决定，是留在这座宫殿，还是进入下方的宫殿，居然可以选择。楚风笑了笑，选择什么？女王大人问。而后楚风将他所得到的感觉告知了女王大人。那你要怎么选？女王大人问。下方的修炼方式更直接，但是依我看，给予的帮助不会特别大。若是经常修炼的话，也许会有增进，但我显然没有经常进入此地的机会。而这座宫殿则是不同，这里表面上看无法修炼，实则蕴藏着修炼方法。我若能掌握，收获将会大上很多。楚风此话说完，便开始仔细观察起来，寻找隐藏在大殿内的修炼之法。随着时间流逝，转眼间过去了2个时辰。要知道，楚风自从进入宫殿之时算起，直到走到这座大殿内，也总共才用了1个时辰而已。可现在只是在这宫殿内寻求修炼之法，就花费了足足2个时辰，并且收获还并不是很大。由此可以看出，相比于之前的考验，这座大殿内的考验则是更难。忽然，楚风将目光看向了下方，原来是下方的宫殿内出现了一个人，乃是林航，并且林航刚进入的时候乃是正常状态，可进入之后，大殿微微颤动，随后一重重气焰涌出，最终汇集在了林航的身体之中。林航获得了特殊的力量，并且在那特殊力量的加持之下，林航整个人都感觉都变了。那特殊力量不仅可以增强林航的实力，还可以让他更容易修炼，这应该就是林航之前所说的第3种证明天赋的方式，根据考验来获取力量，这力量会更利于修炼，但同时也可以侧面的证明能力。林航获取这种力量之后，便盘膝而坐，当他捏动法诀之后，很快那大殿的墙壁都散发出了光芒，同时有源源不断的气焰涌入林航体内。林航已经开始修炼了。我懂了，这座宫殿不仅进入的钥匙是有限的，这里面可以供于修炼的力量也同样是有限的。根据这么多年的修炼，此地修炼的力量应该所剩不多了，看来这座修炼圣地快要走到尽头了。楚风根据那墙壁的光芒给出了判断，因为他注意到随着气焰不断涌出，那光芒在逐渐减弱，虽然变化很小，但还是被楚风捕捉到了。既然如此，你不如直接下去修炼吧，不然这所剩不多的修炼力量不是都被这林航的去了。听到楚风这样说，女王大人暂时有些急了，就算我下去也最多获取力量的速度比林航快一些，而这种获取速度对我的帮助其实不大，而且这宫殿的修炼时间其实是有限的，时间到了是会被送出去的，所以眼下这座大殿才是我的机会。楚风此话说完，便继续寻找修炼方法。他越发确定，只要能够领悟到修炼方法，他所在这座大殿内的能够提供的修炼力量必然会远超下面的大殿。可转眼间又过去了2个时辰，楚风虽已经领悟了一些，但并未开始修炼，因为他知道必须领悟完整才有用，否则只是浪费时间。怎么还不进来？这李塔尔不会这么笨吧？可就在此时，那下方的林航则是站起身来，变得有些着急。他怎么知道李塔尔一定会进来？女王大人问。他应该对这宫殿轻车熟路，不知来过多少次了，所以就算是随机分配，但也可能每一种考验他都经历过了。所以我猜测，他刚刚应该不止告诉了李塔尔进入这宫殿的方法，应该也还告诉了李塔尔通过考验的方法。楚风道：这林航对李塔尔还真不错，李塔尔没白舔他。女王大人道：倒也是。楚风说话的时候也在继续观察。又过了半个时辰，楚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淡淡：我掌握了。此话说完，楚风便盘膝而坐，捏动出了一个特殊的法诀。下一刻，源源不断的修炼力量便开始涌现而出，向楚风汇集而来。这修炼力量与林航所在宫殿内的是同一种，但浓度却是林航那修炼力量的数千倍不止。正常来说，这种强大的修炼力量，寻常人根本无法承受，修炼片刻就要休息许久，不然身体受不了。可楚风却根本没有休息之意，他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般，简直来者不拒，疯狂地吞噬着不断袭来的修炼力量。而这种情况下，楚风的收获也是巨大的。很快，楚风的结界之术便突破了。淡淡，我突破了！楚风兴奋地道。这么快？女王大人也很意外，因为这实在太快了一些，确实比我预料的还要厉害一些。淡淡，你看林航所在的宫殿墙壁。楚风看向下方，那墙壁的光芒竟然暗淡了这么多，好像快要熄灭了。女王大人道，说明我获取的修炼力量与林航获取的是同一种，只是我所获取的浓度更大，所以别看我修炼时间短，但却已经耗费了此地大量的修炼力量。依我看，此地所剩的力量已经不多了，不能浪费了，我要全部用尽。楚风说话间的同时，其实也没有停止修炼，但是此话说完之后，他法诀有所变化，获取力量的速度明显更快了。虽然楚风清楚林航此时所获取力量的速度与他根本无法相比，就算他能分走一些，但也是不值一提的部分。可哪怕如此，楚风也不想分给他。又过了一段时间，下方的林航猛然站起身来，咋回事？
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墙壁的光芒消失了，同时大殿内修炼的力量也是消失了。无论他怎么捏动法诀都是没用。怎么突然这个样子了？爷爷不是说这里还可以足够我再修炼个10年的吗？怎么现在就枯竭了？林航喃喃自语。对于这眼前一幕感到不解的同时，更多的却是不安与恐慌。可身在上方宫殿的楚风看到林航那不安的模样，却是不由笑了起来。因为楚风知道为何此地的修炼力量会突然枯竭，因为全被楚风吞噬了。没了吗？女王大人问。没了，一点都没了。不过能够踏入紫龙神袍已是意外的收获。楚风道。怎么样，你的结界战力可有变化？女王大人紧张地问道。她很担心，随着境界提升，楚风那优于常人的战力会变得薄弱。我现在虽是紫龙神袍，但我的结界战力却堪比金龙神袍。若是单纯破阵的话，我所不知阵法则可堪比黄龙神袍。楚风道。太好了，想不到这林航居然帮了你这么一个大忙。得知楚风修为增进后，结界战力并未弱化，女王大人也是极为开心。忽然一股传送之力浮现，又有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大殿之内，乃是李塔尔。李塔尔进入此地之时，大殿内那修炼力量已经枯竭了，但是他还是获取了可以增强实力的力量，那力量乃是有形的，所以可以清晰地判断出李塔尔所获取的力量不如林航。只是李塔尔虽获取了力量，可是他并没有感到激动与开心，他的脸色始终很不好，就像是受到了不小的惊吓。而看到这样的李塔尔，楚风则是知道应该是他刚刚对李塔尔使用的方法奏效了。塔尔姑娘，你总算进来了，我等了你好久啊。见到李塔尔，林航赶忙激动地上前，就像是忘记了这大殿内修炼力量枯竭的烦恼。但是在林航靠近之后，恐惧的李塔尔则是下意识地闪躲了一下。塔尔姑娘，你这是怎么了？此时林航才发现了李塔尔的脸色不对。没事。李塔尔摇了摇头，没事就好。林航笑了笑，旋即一把抱住了李塔尔。你干什么？可李塔尔却一把将林航推开。塔尔姑娘，怎么了？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啊，我抱一下都不行吗？林航问。林航公子，你为何说出这种话？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李塔尔道。误会？难道你不喜欢我吗？林航问。我很尊重林航公子，但我并不喜欢林航公子。李塔尔道。李塔尔此话一出，莫说林航，就连楚风与女王大人都很意外。本以为李塔尔是舔狗，巴不得嫁给这林航，但现在来看，好像并非如此。原来是这样吗？没事，感情可以培养。塔尔姑娘，我对你乃是一见钟情，你若不介意，我愿意娶你为妻。等下出去，我就可以找你父亲谈论此事。林航道。林寒公子，你真的误会了，我对你并没有那种想法。李塔尔道。听闻此话，林航忽然笑了，但同时他的眼神也变了。忽然，他衣衫舞动下，磅礴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不仅将李塔尔推到了大殿的墙角，更是将其束缚住。林寒公子，你这是做什么？被束缚之后，李塔尔不解地看向林航。塔尔姑娘，我知道你身体特殊，若是你成为了我的人，那对我是会有帮助的。你放心，我不会白白占你便宜。事后你若愿意，我也还是愿意纳你为妾。林航一边向李塔尔走去，一边露出了邪恶的笑容。你见到这一幕，李塔尔彻底慌了，于是只能大喊：救我！快来救我！可他这下意识的呼救，则是把林航给逗笑了。救你？谁能救你？那两个蠢货吗？塔尔姑娘，你真以为我将传家宝拿出来，是给那两个蠢货修炼的机会吗？没我的指点，他们根本就进不来的。我之所以将传家宝拿出，为的就是给我们提供现在的机会。林航笑眯眯的道，且此时他已是走到李塔尔近前。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你是冲我来的？李塔尔满脸惊恐。没错，我本以为你是喜欢我的，想着帮你修炼之后，你一感动自然便会主动现身，倒是没想到你居然并不喜欢我，但这也无妨，反正我的目的只是得到你。林航此话说完，忽然目露凶光，随后便将手伸向李塔尔。可是他刚刚出手，一股强大的力量便将他震退开来。只见一道身影已是站在了李塔尔的身前。是你？看到此人，那林航与李塔尔都是不由一愣，是白云清。刚好他进来就发现了林航对李塔尔做不轨之举，他其实不知缘由，但却绝对不允许林航伤害李塔尔。你这废物居然能够进来！林航见到白云清也是有些意外，我去你妈的！然而白云清根本不想与他废话，一拳轰出，直奔林航面门。林航倒也并未闪躲，而是正面挨下了这一拳。虽然背脊退开来，可林航却并未负伤。你的修为倒是不弱，但是可惜在这里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林航轻轻擦了一下自己那被白云清击中脸庞，讽刺的笑了。敢动我塔儿姐，你必须死！白云清再度出手，捏动法诀，一把巨剑阵法浮现。他本就是紫龙神袍，加上此地赋予的力量，此时他的结界战力其实已经超越紫龙神袍。这巨剑阵法一出，不仅威势惊人，更是直奔林航劈砍而去，不自量力。可林航只是冷笑一声，随后抬手一挥，那巨剑阵法竟四分五裂。林航的战力远在白云清之上，不是自身修为差距，而是林航于大殿内获取的力量明显更强。不自量力的东西也敢坏我好事？林航得意的一笑，旋即一掌轰出，顿时一道结界大手便向白云清压来。别看只是简单随意的一掌，威势远不如刚刚白云清的巨剑阵法，可这一掌的威力却远在白云清的巨剑阵法之上。此掌若中，白云清必然身负重创。白云清不甘示弱，快速施展出一道盾牌阵法进行反攻。可他那盾牌阵法在这看似简单的一掌面前，竟不堪一击，还未解除，已被对方的威势轰得七零八破四散开来。而此击过后，白云清已是没有了任何施展的空间，只能听天由命。可伴随一声巨响，那道结界巨手竟突然散了。定睛一看，一道身影挡在了白云清身前，正是此人破了那一掌，而此人正是楚风。楚风大哥！看到楚风，白云清面色转喜，可是那李塔儿的神色却是有些复杂。哎呦，
你这个废物也进来了，我还真是小瞧你们了。看到楚风，那林航不仅不慌，反而冷然一笑，因为在他看来，刚好借此机会狠狠教训一下楚风与白云清，甚至相比于白云清，他看楚风更为不爽。今日我就让你们知道一下我林航的污啊！然而林航的话还未说完，便如死狗一般趴在了地上，是结界之力。楚风只是释放出了结界之力，便直接将林航压迫的趴在地上动弹不得。楚风大哥，你……直至此时，白云清才注意到楚风身上不仅缠绕着增强力量的气焰，并且楚风那气焰所散发的光芒极为神圣，就宛如他是此地的主人一般。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楚风此时被赋予的力量远在那林航之上。你这什么表情啊？被我打得动弹不得？你似乎很不理解。楚风眯着眼睛看着那趴在地上的林航，你怎么会获得比我更强的力量？林航问出了他的不解。因为他……楚风说话间手掌摊开，而他的掌心乃是那把钥匙，而此时那钥匙散发特殊光芒，仿佛这钥匙才是楚风力量的来源。你怎么还会有它？林航问。还不待楚风开口，白云清便道：因为我楚风大哥的天赋远在你之上，他可以不用这钥匙就进入此地。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林航不愿相信。不可能你娘的腿！白云清说话间便走上前去，想要狠揍一顿林航。他甚至连结界阵法都不施展了，他就是要用自己的拳头狠狠地捶打这林航一顿。白云清算了，他毕竟是7届圣府的人。见状，那李塔则是开口了。先前他也被吓得不轻，现在冷静下来之后，便意识到林航还是不能得罪。可白云清却是一脸不屑：7届圣府又如何？敢欺负我，塔儿姐，我绝不饶恕！白云清并未听劝，而是靠近之后抬手便是一拳。可是白云清的拳头刚举起来，一只手便将他拦下。楚风大哥！白云清不解地看着身旁的楚风，是楚风将他拦下了。兄弟，林航你不能动，你塔儿姐说的对，他毕竟是7届圣府的人。楚风说道。见此情形，那林航则是得意一笑：还是你这个大哥明白，我可是7届圣府的人，你动我只会惹祸。他话未说完，一记重拳便砸在了他的脸上。这一拳下去，直接将他的大牙砸飞3颗。是楚风出手了。你敢打我？林航难以置信地看着楚风，我为何不敢打你？楚风问。我可是7届圣府的人。林航怒声道。7届圣府算个屁，我就喜欢打你7届圣府的人。楚风此话说完，便对着林航一顿拳打脚踢，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乃是最原始的攻击方式。可偏偏这样的攻击方式最具有侮辱性，并且也同样打得林航哀嚎连连。眼见着楚风如此暴打林航，那李塔儿都惊住了。他没想到楚风如此大胆，连7届圣府的人都不放在眼里。他之前还觉得关于楚风的传闻可能过于夸大，但是现在来看，那些传闻似乎都是保守了一些。这个家伙简直是无法无天。但楚风没有一直殴打着林航，只是简单是施展了一下拳脚之后便收手了。可哪怕如此，那林航已是被打得面目全非。别打了，别打我了！林航连连求饶。此时他那原本还算俊俏的脸已经被打得跟猪头一样肿胀。向我兄弟认错。楚风道。对不起白兄，是我不对。被打了一顿的林航倒也变得乖巧，真的开始认错。记住，收拾你的事，我要报仇就来找我，听到了没？楚风又道。听到了。不，我不会找你报仇，今日是我不对，我不会报复你的。林航连连说道。看着林航此时懦弱的模样，李塔儿神色复杂，可楚风却是见怪不怪，因为这种场面楚风简直见过太多太多。而就在此时，一股传送之力覆盖整座大殿。时间到了，楚风此话刚刚说完，下一刻他便离开这座大殿，回到了刚刚的大殿之内。同时李塔儿、白云清、林航也都回到了此地。回到大殿之后，林航赶忙自己布置疗伤阵法，为自己疗伤。显然他很怕自己这难看的模样被人看到。但是此时的李塔儿则是神色有些紧张，他显然还是有些惧怕林航的身份的。于是他不由得看向楚风，却惊愕地发现明明已经离开那宫殿了，已经丧失了那宫殿内赋予的力量，可楚风的姿态依然没有变化。这个家伙，李塔儿的神态变得复杂起来。我的宝贝，我的传家之宝。可忽然间，那林航忽然发出惨叫。此时楚风等人也注意到，他那座宫殿全出现了裂痕。很显然，他这宝物已经用不了了。是你，一定是你，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妖法，但一定是你破坏了我传家之宝。楚风，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要为此付出代价。林航指着楚风恶狠狠地咆哮起来。你是挨打没够吗？楚风问。听到楚风这样一说，那林航顿时身体一颤，脸上的怒意都消减了不少。他是真的有些怕了。可他神色一变，突然又大吼道：怕你？楚风，你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的父亲与灵山父亲乃是结拜兄弟，你得罪了我，就等于得罪了灵山，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灵山。听到灵山3个字，楚风与白云清皆是不由一愣。灵山，你们不知道也正常，毕竟你们是禁地之外。但是林墨儿，你们肯定听过吧？我告诉你们，灵山乃是林墨儿的亲妹妹，但是灵山的天赋却远在林墨儿之上。就这么和你们说吧，介冉清你们知道吧？灵山被誉为7届圣府有史以来天赋仅次于介冉清大人的存在，在7届圣府内部一致认为灵山超越凌霄乃是必然之事，而他的父亲乃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但你们莫要以为我只是7届圣府的普通一员。你们现在知道你们惹到了什么样的人了吗？林航说道。林航，帮我一个忙。忽然楚风道。楚风这句话弄得林航都愣住了。回去见到灵山，帮我向他问个好。楚风笑道。什么问好？你有病吧？你是谁啊？你还向我山妹妹问好？你是想抱大腿想疯了吧？林航一脸的莫名其妙。你回去照做便是。楚风对林航说道。有病？林航像看傻子一样看了楚风一眼，
旋即将目光投向了李塔儿。塔儿姑娘，咱们还会再见的。此话说完，林航便身形一纵，竟直接离开了此地。而楚风与白云清都没有阻拦，当然，那李塔儿也没有阻拦之意。楚风大哥，多谢了，我知道你刚刚不肯让我出手，是害怕那林航报复我。林航走后，白云清说道：“咱们之间说这个干嘛？只是就怕这家伙不讲道德，哪怕是我教训了他，他也会找你麻烦。”楚风道：“没事，他就算来找麻烦，我们也不怕。”此时，那李塔儿走了过来。塔儿姐，白云清有些诧异，本来他还以为楚风教训了林航会被李塔儿斥责，因为李塔儿就是这样不讲理的。可李塔儿不仅没有斥责，并且他发现李塔儿的语气相比于以往竟温柔了一些。白云清，你先出去，我有话要与楚风说。李塔儿道：“塔儿姐，我楚风大哥也是因为你才教训了那林航啊。”白云清还是害怕李塔儿斥责楚风，我又没说那林航不该教训。李塔儿道：“那你白云清有些懵了，我与楚风单独相处都不行吗？难道你喜欢他？”李塔儿问：“当然不是。”白云清摇头，这方面他还是比较正常的。兄弟，你先出去吧。楚风道。而他这一开口，白云清才走了出去，且主动关上了店门。他倒是不担心楚风，毕竟他知道楚风的本事。塔儿姑娘，找我有事？楚风问。刚才谢了。李塔儿道。刚才的事你倒是不用谢我，我只是不想我兄弟受伤罢了，还真不是帮你。楚风说的是实话，可李塔儿倒也不生气，反而道：不管你是什么动机，但你的确帮了我，不然白云清那家伙可挡不住林航，所以我就不与你计较你伤害了我这件事了。塔儿姑娘，我什么时候伤害你了？没有的事情可莫要编造。楚风道。李塔儿微微一笑，旋即道：你那幻象阵法挺逼真的，可惜对我没用。听闻此话，楚风表面波澜不惊，可心中却已然泛起了涟漪。那幻象阵法被他识破了，可是不应该啊！别说是他，就算境界更高的人，楚风也有自信迷惑。白云清没有告诉过你我体质特殊吗？但其实连他都不知道我的体质特殊在哪里。我现在倒是可以告诉你，我的天赋可能不如你，但我却拥有可以免疫大部分幻象阵法的身体。真龙界灵师布置的幻象阵法都难不住我，何况是你的。李塔儿道。看着李塔儿此时的神态，楚风知道李塔儿不是唬他，是自己的幻象阵法真的被李塔儿识破了。不过你别怕，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另外，我以后会对白云清客气一点，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李塔儿此话说完，便向外走去，但推门离去之前，还对转身着楚风嫣然一笑。这抹笑容非常好看，与之前的笑容全然不同，没有嘲讽，没有鄙夷，甚至哪怕他先前经常对林航笑，但也没有此时的感觉。这丫头该不会喜欢上你了吧？女王大人笑嘻嘻的道。怎么可能？我打了他一顿，他会喜欢我？况且我刚刚出手真的是救白云清，并不是救他。楚风道。这你就不懂了，可能他恰好觉得你够男人呢。有时候有些女孩子就是如此，她看着强势，其实柔弱的很，而这种女人不喜欢柔弱的男人，越是对她友善，她越不喜欢。她们喜欢的是真正强势的男人，而你不就是这种吗？女王大人道。不会这么变态吧？楚风咧了咧嘴，他可不希望李塔儿看上自己，因为他对李塔儿的印象并不好。哪怕李塔儿体质特殊，哪怕他没有追究楚风先前打他这件事，可楚风对他的印象仍然不好，因为楚风知道李塔儿之前对白云清的看不起与欺凌也都是真实的。这丫头不是什么好人。楚风大哥，塔儿姐与你说什么了？李塔儿走后，白云清赶忙走了进来。这座大殿较为特殊，大门关闭的时候，哪怕白云清也听不到里面的交谈。没事。楚风道。没事就好。对了，楚风大哥，我好像不能陪你同去了。白云清道。怎么了？楚风问。先前在我们完善那座阵法的时候，我师叔有暗中传音于我，我有事情要做，让我暂时不要外出。白云清道。行，你有事你便留下。楚风道。但很快他暗中传音问，兄弟，你觉得你的师尊以及你的师叔是好人吗？楚风大哥，为何这样问？白云清不解，但也是以暗中传音回问。我便实话实说了，先前你师叔让我们完善的那座大阵内，不仅蕴藏血腥之气，实则的确沾染了许多人的鲜血。那些人应该是特殊血脉之人，除了人，还有特殊的妖族血脉。那是一座沾染了无数鲜血打造而成的阵法。楚风此话之意很明显，这样的阵法必然死了很多人。楚风不知死去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这种阵法本身就很残忍。我师尊对我很好，是值得信赖之人，若没有他，便没有我。白云清道。兄弟，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有单纯的一面的，所以我提醒你一句，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有些时候不要因为感情冲昏头脑，你要学会分辨那些人对你是不是真的好。楚风道。楚风大哥，你放心吧，我分辨得出，我师尊若对我不好，便没有人对我好了。白云清笑道。我相信你，但你也要牢记我的话，一定要先保全自己。楚风道。我知道。白云清笑道。旋即楚风便与白云清告别，离开了此地，前往了那个所谓结界画师举办画展的地方。楚风需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冒充自己，此人究竟意欲何为。另外楚风觉得，虽然这件事不是自己做的，但担到仙宗的人应该也是会去，这也许也是楚风一个报仇的好机会。虽然现在的楚风实力有限，还不能斩杀贾令仪，可让担到仙宗付出一些代价还是可以的。楚风不知道的是，与此同时，那座他们先前完善过的阵法已经被那大殿内的力量压缩完毕，原本巨大的阵法化作了一颗只有丹药大小的阵法。师兄，成了！白云清的师叔激动地将这丹药送到了一位老者面前。这位老者眉毛过尖，胡须过膝，而无论是眉毛还是胡须以及头发都是如白雪一般，虽然面容苍老，可却身材挺拔，身高足有2米有余，给人的感觉不仅仙风道骨，更是颇具霸气。此人正是白云清的师尊，也是当今图腾龙族客卿大长老。太史心中
此时太史心中站在一座地宫门前，在这等我。他接过这压缩的阵法，便转身踏入了地宫之中。进入地宫，他穿过层层结界，每一道结界都非常强大，是专门用来阻拦外人的。但因为他有通关之法，所以倒是畅通无阻。当他来到地宫深处，浮现而出的竟是一座悬崖峭壁，而这悬崖之上有着一座坚固无比的大门。将这座大门打开，顿时金光四溢，极为强大的力量从中涌现而出。太史心中没有踏入，而是屈膝跪在了地上。大人，此丹服下可以让您神功大成。太史心中以双手将那被压缩的阵法托起，此时那宛如胆小大小的阵法也是漂浮而起，进入了那充斥金光之地。是按照我的要求做的。金光内传出一道声音，听闻此话，太史心中顿时眉头微皱，面露不安。大人，我是按照您的要求完成的，难道出错了？没，只是这其中竟有一股熟悉的气息。金光内的人道，难道是我不小心杀了大人认识的人？太史心中更加不安了，只是感觉有些熟悉，想不起是谁了，不过也无碍。太史心中辛苦你了，我此次若能成功，你乃大功一件。那位淡淡的笑道。下一刻，更为强大的气息一重又一重的从金光内席卷而出，不仅是阵法力量，还有龙喉响彻，同时巨大的龙影也是于金光内忽隐忽现，那可不是阵法所化，更像是一条真正的巨龙。终于，金光开始倒退，最终汇集到一道身影之中，那是一名男子。看到那名男子此时的状态，太史心中面露喜色，不由俯身施礼，恭喜龙鳞大人神功大成。结界画师喜欢清静，所以他所在的地方是一座凡界内不知名的山脉之中。那山脉本是无名，因为这位结界画师在那里定居，所以被命名为画师山。楚风来到这座凡界之后，便直奔画师山而去。路上可以陆续看到不少赶路之人，他们所行方向与楚风一致，明显都是向画师山前去之人。虽说赶路之人很多，但都是外地之人，楚风很少看到本地人，本地的势力似乎很少，就算偶尔看到城池，那城池之内的人也少得可怜。这个凡界相比于其他凡界显得颇为荒凉，这个凡界的人怎么这么少？这结界画师这么出名，按理来说这里的人不是应该很多的吗？淡淡不解地问道。一般来说，一些名人是有带动效果的，许多人慕名而来，所以有名人在的地方，就算是寻常的地方，也会有格外多的人。这也是女王大人所不解的原因。这个凡界的天地能量异常稀薄，可以说与九州大陆相差不多，但是图腾龙族的凡界大多天地能量都较为浓郁，除了土地面积外，只说天地能量，其实与上界的差距不大。所以我猜测，应该是因为这里的天地能量太过稀薄，所以这里的修武者才比较少吧。楚风说道。堪比九州大陆吗？那不是连五之圣土都不如？女王大人问。是的，可以说远不如五之圣土。楚风道。虽说无论五之圣土还是九州大陆都是祖武下界的领土，但其实天地能量也有差别。居然在图腾天河还有天地能量如此稀薄的地方吗？淡淡美眸转动，不解的同时若有所思。虽说在祖武天河内天地能量稀薄的凡界很多，但是图腾天河则是很少。天地能量的区别也是祖武天河落寞的原因之一。也正因如此，在图腾天河哪怕是凡界也很少有天地能量稀薄的，所以这倒是有些怪异了。不对啊，虽然见到的人少，但是怎么城池反而不少？很快，女王大人又提出了疑问。虽说他们来时的路上很少见到本地修武者，但是随着一路前行，所见到的城池却越来越多。但无一例外，城池内的人多很少，甚至有些可以容纳上千万人的城池都是空无一人，成了空城。多半只有一种可能，曾经这里的天地能量正常，后面发生了变化。楚风猜测道。忽然，楚风前行速度放缓，原来是他遇到的赶路人也在谈论此事。那是一方势力的人马，也是因此自画展而来。其中有小辈也好奇，为何此地天地能量如此稀薄，并且越是靠近画师山，这天地能量便越是稀薄。这方势力的掌门正在给予回答，而那掌门的回答则是与楚风猜测一样。果然这座凡界以前还是比较正常，后面才发生了变化，但那变化则是从结界画师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开始的。所以一直有传言，是结界画师为了滋养他的画作，动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吞噬了这凡界的天地能量。并且这不仅是胡乱猜测，虽然没有证据，可的确越是靠近画师山，这凡界的天地能量便越是稀薄。并且不止这座凡界，其他结界画师所定居过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变化。且每当定居的世界内天地能量弱到一定程度之后，结界画师就会搬家，选择新的定居之所。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之后，楚风也终于是来到了画师山。画师山看上去倒是较为正常，没有奇特之地，但是封山的结界的确较为强悍，除非真神境或者真龙界灵师，否则应该无法破开这结界。因为无法进入画师山，所以那些慕名而来的人只能在画师山外驻足。这画师山外已是人满为患，无论天上地下，那可真是到处都是人影，仿佛整个世界的人都汇集到了这里一般。但实际上这都是从其他世界赶来的人，虽然大多数都是修为较为普通之人，但楚风也感受到了一些强大的气息，是有高手来到此地的。由此可见，这结界画师的名气倒是不小，只是一场画展便吸引来了这么多人。不过倒是没有见到图腾龙族的人，同样的也没有见到丹道仙宗的人。并且如今这里讨论最多的却并不是画展本身，而是在讨论楚风与贾令仪的恩怨情仇。原来很多人不是为了画展而来，而是因为楚风而来，他们是想看看楚风与贾令仪的热闹。但是讨论的话语之中则是充斥着许多谣言，稍微正常一点的谣言大多是传楚风与丹道仙宗小辈有矛盾，从而矛盾越来越大，而荒唐一些的谣言就更加离谱。甚至有人说是贾令仪看上了楚风，被楚风拒绝后因爱生恨追杀楚风，
楚风一怒之下才反过来报复，偏偏这种不着边际的传闻居然还有人信。在这些各种乱七八糟的谣言之下，反而楚风奶奶被贾令仪所害的这种倒是被人们忽略了。哈哈，真是人红是非多啊！听到这些稀奇古怪的谣言，女王大人笑得不亦乐乎，而楚风则是无可奈何，嘴巴长在人家身上，楚风还真没办法。但今日也的确体会到了谣言的可怕了。不过楚风也并未太过理会，毕竟总有一日会真相大白。于是楚风也没有闲着，他一边听众人交谈，一边隐于天际四处移动，认真观察。楚风来这里不仅是伺机对付丹道仙宗，也是要找到是何人冒充自己。只是转眼过去多日，楚风并未发现任何线索。而今日浩瀚人海，各方武者与界灵师都显得格外激动，因为今日便是结界画师开始画展的日子，那封闭的结界将会打开。龙！忽然虚空震荡，云层退散，天际之上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浮空战船。这座浮空战船较为特别，不仅船体是粉红色，上面还刻满了花瓣纹路，最主要的是它上面悬挂着丹道仙宗4个大字。来了，是贾令仪来了。见到这艘浮空战船，人群沸腾了。他们都知道这艘战船乃是贾令仪100岁的时候他父亲送给他的成年礼物，这是贾令仪的专属战船。当他出现的地方，往往也代表着贾令仪的行踪。贾令仪尽管早有准备，可此时楚风心中的怒火还是滚滚燃烧起来。只是可惜那战船上面有结界，楚风为了不打草惊蛇，并没有使用特殊方法观察，所以倒是看不到那贾令仪的身影。但是楚风这些日子也没有闲着，早就从他人那里打探到了贾令仪的容貌，知道这贾令仪是一个一把年纪了，却还要把自己伪装成年轻女子的虚荣女子，所以只要贾令仪不伪装面容，楚风肯定能够认得出她。但是贾令仪的修为可是不弱，据说贾令仪乃是7品半神，结界之术更是达到了神袍的巅峰，已是掌握圣龙纹，只差一步之遥，便可踏入真龙界灵师的境界。并且据说他停留在神袍巅峰已有多年，因此有人猜测他很可能已经踏入了真龙界灵师。毕竟贾令仪曾经也是一位天才，虽然与楚风他们这些小辈比，贾令仪的年龄很大，但相比于那些几万年的老妖怪，他也算是年轻的。所以楚风很清楚，现在的他并不是贾令仪的对手，就算见到了贾令仪，也很难收拾他。所以贾令仪也并不是楚风的目标，至少此次不是。忽然大地颤动起来，随后众人的目光都从贾令仪那艘特制战船上面移动到了画师山的方向。是那座画师山上的结界开始解封了，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封，而是出现了一个结界通道。结界通道向画师山深处延伸而去。很显然，结界画师并不想大家随意进入画师山，要按照他给出的结界通道前行。但众人还是一股脑的飞进了那结界通道之中。同时，丹道仙宗那艘战船内一团团金光浮现，也向结界通道飞掠而去。看来是丹道仙宗的人不想现身，所以用结界阵法覆盖住了他们。面对丹道仙宗的人，人们畏惧。明明在前方的人见到丹道仙宗的光团，也是赶忙避让，让丹道仙宗的人先走。很快，丹道仙宗的那些人便走到了最前方。至于楚风，虽然隐藏了身形，可却也不敢距离丹道仙宗太近。毕竟丹道仙宗的人也是以修炼结界之术为主，他们传承多年，必然拥有诸多至宝。楚风也怕靠得太近被他们发现，所以并没有急着进去。但很快楚风发现，那结界通道人满为患，后面的人已经进不去了。原来是那结界通道前方是封锁住的，所以容纳空间有限。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何结界通道还是封闭的？而就在众人不解之时，山脉方向尘土飞扬，整座山脉都开始剧烈摇晃。山脉深处升起一座巨物，伴随此物升起，人们发现那竟然是一座巨大无比的宫殿。这座宫殿充满了远古气息，明显不是当代之物，但其建筑风格极为精美，无论是设计还是构造都堪称完美，是真正的鬼斧神工。而那宫殿的大门之上挂着一个牌匾，写着众生平等4个字，是众生平等殿。难道这一次我们将有机会进入众生平等殿里面吗？所以说结界画师将要离开这里了。看到这座大殿，众人兴奋不已。这就是众生平等殿吗？楚风也是认真的打量起来。楚风在这里的日子虽然没有收集到有用的线索，但是却听闻了许多无关自己的事情。关于这众生平等殿，楚风也已然知晓，此乃结界画师的至宝。据说这里面收藏着结界画师最珍贵的画作，并且进入此殿，所有人的修为都会丧失，并且无论是穿着还是容貌，都会变成2种，男的一种，女的一种。踏入此殿那一刻，男的都是一个模样，女的也都是一个模样，就连声音也都是相同的，除了男女没有任何区别。踏入此殿的那一刻，将不分高低贵贱，所以才会被称为众生平等殿。但是这众生平等殿可不是每次举办画展都会开放，而每一次众生平等殿开放了之后，结界画师都会搬离原本定居之地，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应该是此地的天地能量被他耗尽了，所以要换地方了吧。真好奇他的画作到底都是什么样的，居然要耗费这么多天地能量来滋养。女王大人很是好奇，而楚风又何尝不是好奇。本来楚风对这所谓画展不是那么太感兴趣，但是当得知这结界画师的画作居然很可能是需要天地能量来滋养的之后，楚风反而很是好奇了。众生平等殿的大门缓缓开启，只不过众生平等殿开启之后，浮现而出的却是一道结界门。随后那封闭的结界通道也是继续延伸，与那结界门相连。这一刻，前方的人也是得以踏入其中。楚风混入人群，也是很快穿过了那道结界门。穿过结界门之后，楚风并没有立刻踏入大殿，反而是进入了一片特别的空间。空间之内漂浮着数千道大门，每座大门上面都写着7个字：你只有一次机会。考验。很显然，进入这众生平等殿还是要接受考验的，若是无法选择正确的门，可能将无法进入其中，会被淘汰出去。不过这样的考验
却根本难不住楚风。楚风扫视一圈之后，都无需看第二遍，便锁定了一道门。楚风踏入其中，顿时感觉一股结界之力将自己覆盖，自己的容貌与穿着都在变化，就连修为力量也都被封印了。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个平民老百姓，回到了没有修武之前的状态。这样变化之后，刺眼的光芒消散，楚风落入了一座山谷之内。山谷很大，笔直的悬崖围成一圈，形成了这座山谷。而那笔直的悬崖上面，则是挂满了画作。但楚风现在无心欣赏那些画作，因为这辽阔的山谷内有着一道身影，那是一名女子，站在山谷的最中心。虽然距离楚风很远，但楚风还是看得很清晰。这名女子身穿青色长袍，头发盘于头顶，面容也是较为普通。此时她也正在看着楚风，目光较有兴趣。楚风猜测，此人应该是在自己之前通过考验进入此地之人。虽然在楚风前方有着不少人，使得楚风前行的路上耽搁了一些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也没有特别久，能够这么快速的就选择对的门进入此地，说明此人天赋也非同一般。而直觉告诉楚风，此女可能是楚风最憎恶之人。你是贾令仪？楚风问。那女子没有回答，而是对楚风问，你是谁？我是楚风。楚风道。楚风现在的容貌也改变了，就连衣着也改变了，与女子一样，也是一袭青色长袍。而楚风知道此地所有人都是没有修为的，所以就算对方是贾令仪，楚风也根本不怕他。那女子笑了笑，什么都没说，可目光却变得寒冷起来，这满是寒意的目光让楚风更加觉得她就是贾令仪。很快，楚风身后的结界门开始不断蠕动，一个又一个的身影开始接连踏入此地。女子都与那位一样，而男子则都与楚风一样。果然如传闻一般，踏入这里的人都只有两个模样，那就是男人和女人。踏入此地的人越来越多，可楚风却已经锁定了那名很可能是贾令仪的女子。在这种地方，所有人的能力都被封锁，除非一直盯着一个人，否则很难锁定一个人。但楚风却可以进行分辨，哪怕容貌相同，楚风也能将每个人分类出来，并且不会搞混。不过就算他真的是贾令仪，楚风也做不了什么，至少在这里楚风什么都做不了。于是楚风开始观察那岩壁上的画作，那些画最小的直径只有1尺，而最大的直径则是达到1000米，有画人的，有画物的，还有画景的。从表面来看，那就是寻常的画作，根本看不出是阵法所画。其实将阵法融入画卷很正常，但能够融入得如此完美，的确是需要特别的方法的。正因完美，因为楚风做不到，所以楚风倒是开始认真打量起来。他是想看看能否窥探出这个他没有掌握的方法。不过相比于楚风，许多人则是看得如痴如醉，还有不少人夸夸而谈。看得出来，这里的许多人是真的喜欢画作的，是喜欢艺术的。诸位，这些画作可还满意？忽然一道老者的声音响起，因为此地男子的声音都是相同的，所以当这位老者的声音响起之后，显得格外特别。所有人都将目光投了过去，这才发现那声音传来的方向竟站着一名老者，并且他的周身还闪烁着淡淡的光华，就像是某种力量将其隔绝了。画师大人，见到这位老者，众人赶忙凑了过去。很显然，他就是此地主人，那位结界画师了。这些画作其实都是较为平庸的作品，老夫还有珍藏的作品都在那道门的后面。结界画师将手指向了身后，在那道岩壁上面不仅有画作，还有着一道大门。有没有想进去的？结界画师问。画师大人，我想去，我想去。画师大人，我崇拜您多年了，我是你的忠实支持者，能否让我去看一看您的珍藏画作？画师大人，我已身患绝症，时日无多，但若能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画师大人的珍藏画作，那我死而无憾了。一时之间，无数声音响彻不断，大家强烈的表达了想看那珍藏画作的意愿。而结界画师则是笑了笑道：诸位能欣赏我的作品，乃是老夫之幸，但那里面的作品乃是真正的艺术，需要有艺术修养的人才能看。这样吧，老夫传授你们这画作的作画之法，诸位一起来试一试，而老夫会从中挑选一幅最满意的画作，这幅画作的主人将有资格进入那艺术的殿堂。结界画师此话说完，大袖一挥，一股力量便覆盖在场的每个人，那是结界之力，是相同的结界之力，是附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所以此时每个人都获得了相同的结界之力。不用说也知道，这附加的结界之力是让每个人用来作画用的，而相同的力量与自身修为无关，倒也是绝对公平。随后，结界画师便为众人讲述了如何将阵法凝聚到画作之中的方法。这阵法首先就是要以画画的方法来凝聚，也就是说，那阵法本身就是画，所以凝聚到画纸之中才会如此的完美。这不仅需要结界之术的掌控，还需要有艺术的天赋。总之说着简单，做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楚风扫视了一圈，果然相同的外貌下，却有着不同的表情，有的跃跃欲试，有的则是一脸懵逼。大部分人其实根本就没听懂。诸位能够进入此地者，便已不是寻常之辈，那就让老夫看看你们谁是那个人中之龙吧。结界画师此话说完，便打开一个箱子，箱子之内摆放着一支支精致的毛笔，每一根都不同。其大袖一挥，那些毛笔便飞向了众人。楚风挑选中了其中一支，探手一抓，可同时却又另外一只手也落在了那毛笔之上。那是一名男子，刚好站在楚风身旁，兄台想要这支？楚风问，语气很客气。我是丹道仙宗贾成雄，莫要与我争。那男子凝声开口，语气十分霸道。贾成雄。楚风冷然一笑，和善的脸上涌现出的是不屑，旋即猛然一扯，直接将那支毛笔从自称贾成雄的男子手中夺了过来。你敢与我争？那男子大怒，说话间便挥拳欲要砸向楚风。然而他的拳头还未砸到楚风，便身体一翻，躺在了地上。但很快他又漂浮而起，身体向那来时的结界门飞掠而去。大人，
我乃丹道仙宗的贾成雄啊，是那个家伙不长眼，先羞辱我的。那男子赶忙解释，因为是结界画师，再将他驱赶。可哪怕其报出身份，可结界画师却看都不看他一眼，而是扫视众人，高声说道：“此地不可动武，若再有不听者，与他一个下场。”这种情况下，那自称贾成雄的男子看向楚风，他娘的，你告诉我你是谁？我是你的楚风爷爷。楚风道。而他此话一出，全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楚风身上，这可比贾成雄自曝身份的时候要吸引目光。此人竟是楚风。相比于其他人，那贾成雄听到楚风二字，则是心中一紧。虽然一直想报复楚风，可楚风给他留下的阴影仍在。当听到楚风二字那一刻，便心中一紧。但结界画师的驱逐并未停止，在他害怕的时候，已经被送出了此地。楚风，假的吧？楚风就算来了，又怎么会蠢到自报家门？一定是借着楚风的名头来反抗贾成雄。短暂的震惊后，人们却觉得楚风是冒牌货，但楚风偏偏就是利用了众人这种心理。反正在这里，无论他是真是假，人们也不能如何。至于离开以后，楚风将会再度隐藏，所以在这里，楚风根本不怕暴露。随后，结界画师又打开了一个箱子，无数张卷起的画纸飞掠而出。虽然毛笔有限，但是画纸却是无限的，笔和纸都有了。众人开始尝试运用手中的毛笔进行绘画，唯有楚风没有贸然出手，而是站在原地，一边观看岩壁上的画作，一边回想结界画师传授给他们的方法。诸位，时间1个时辰，结界画师忽然开口。听闻此话，大家更急了，但唯有楚风依旧沉稳。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距离1个时辰已经越来越近。虽然大多数人连如何用毛笔构造阵法都不懂，但也有少部分人掌握了这个方法。喂，不是我说，你反正也不会画，何必占着这么好的笔？不如将这笔给我吧。忽然，一道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是一名男子，他手中也有着一支毛笔，并且尝试以毛笔凝聚阵法多次，虽然有模有样，但却始终未能完成。显然，他将问题归咎在了他那支笔不行。若是他好说好商量，楚风也就将笔给他了。可偏偏他态度傲慢，楚风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态度。你画不成，是你对结界之力的掌控之力有问题，关笔什么事？楚风不留情面，直接说道：“我结界之力的掌控不行，真有意思，我只差一点就能完成这阵法了。不信大家来看，我是说的对不对？”那男子高声说道。而他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是啊，居然能够完成到这种地步，那不是快要成功了？看着那男子身前的阵法，众人也是纷纷赞同。看到了没有？大家都看得懂，就你看不懂。我现在就是手中的笔不行，反正你也不会画，何必占着那么好用的笔？快点将它给我。那男子又道，几乎是以命令的语气，也就是这里不许动手，否则估计此人直接对楚风强抢了。你这看着只差一点，实则差了10万8千里。你根本就没有听懂画师大人刚刚的话，就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楚风道。而他此话一出，就连结界画师也是将目光投了过来，但只是将目光落在了楚风的身上。不过对于楚风的批评，那男子显然不愿接受，反而一阵冷笑，笑死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乃丹道仙宗的贾连峰。那男子道。贾连峰？他居然是贾连峰吗？听到这个名字，看热闹的人则是越来越多。什么牛马东西，没听过。楚风不屑的道。他本就对丹道仙宗很是厌恶，可这些家伙偏偏自以为是，一个个的非要爆出自己是丹道仙宗之人的身份来压迫楚风，却不知道只会让楚风更加反感。你可真是无知，冒充楚风也就算了，居然还贾连峰都不知道，人家曾经乃是丹道仙宗最强天才，现在年仅270岁，已是灰龙神袍。你抓紧把你的笔让出来吧，别站着茅坑不拉屎。围观的众人纷纷开始将矛头对向楚风。实话实说，你们若是听懂了画师大人的讲述，就不会纠结于这画笔。楚风此话说完，又看向结界画师，大师，依我看这些人配不上您的这支笔，物归原主吧。话罢，楚风大袖一挥，便将那支笔抛向了结界画师，而结界画师倒也不客气，探手一抓，将那支笔收了下来。妈的，这个东西真恶心！冒充楚风也就算了，竟然还这样恶心别人，他自己不行，也不想让别人行，就是太恶心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此时都不用那贾连峰开口，围观的人便开始纷纷斥责楚风，但楚风根本不予理会，愚钝之人太多，楚风早就见惯不惯，况且这些人明显在得知那位可能是贾连峰后，而有拍马屁的嫌疑。诸位，时间快到了，可要抓紧了。结界画师提醒道。听闻此话，楚风则是大袖一挥，将一张画纸打开。这家伙干嘛？连画笔都没有了，还在这装模作样，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今天也算是常见事了。众人冷嘲热讽，可楚风却是以手为笔，开始勾勒阵法。这一出手，就连那原本已经坐着的结界画师都是猛然站起身来，目光变得异常明亮。只有他看得出来，楚风的手段究竟有多高明。那毛笔的确是较好的辅助工具，但真正的高手都不会用那种毛笔，是以手为笔才是最高境界。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磨练的，怎么可能有人这么快就参透这个境界？就算可以参透，但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掌握才是。哪怕结界画师也是花费了1000年时间才掌握这个方法。可偏偏楚风的手法极其娴熟，没有一丝停顿，一气呵成，很快一座完整的阵法就已经在他的勾勒之下成型。这个家伙，他该不会真的画出来了吧？看着那完整的阵法，先前嘲讽楚风的人也都呆住了。怎么可能？虚张声势罢了。他这话的与画师大人说的根本就不一样。贾成雄讽刺道，他不愿意相信他久久无法完成的阵法，
楚风能这么短时间完成，并且连笔都没用。而在此时，楚风开始催动阵法，与那画纸相融，一阵光芒过后，一幅画卷完美的呈现而出。那画卷乃是这座山谷，刚好将这座山谷的景象以及在场的众人全部记录在了其中，并且栩栩如生。明明是静态画作，却像是会动一般，无论懂还是不懂的，都被这幅画卷所深深震撼。这个家伙，他居然真的做到了，他竟然连笔都没用，他到底是谁啊？此时，全场都炸开了锅，就连那最先进入此地，很可能是贾令仪的女子，也是目光复杂。随后，他大袖一挥，将其身前的阵法摧毁。其实他已经掌握了方法，是完全可以呈现出一幅较为不错的画作的。但当他看到楚风那幅画作之后，他便知道没有意义了。就算他的画作能够完成，但也比不过楚风的这一幅好画，真是好画啊！此时，就连结界画师也是惊呼着来到了楚风身边，手持楚风所做的画作，夸赞连连：“小友，如此精美的画作，何不将你名字也写上？”结界画师道：“好。”楚风说话间，手臂挥动，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了那画作之上。看到楚风二字，众人大惊，而那名女子则是眼中寒意更浓。楚风，他竟真的是楚风！楚风原来在结界之术方面也有如此造诣吗？这一刻，赞美之声不绝于耳，而那些先前羞辱楚风之人，则是羞愧不已。依我看，不用比了，能进入艺术殿堂的人，就是这位楚风小友莫属了。小友，随我来吧。结界画师说话间，便为楚风引路，向那座殿门走去。而对此，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家也都清楚，确实没有人的画作能够比得上楚风了。甚至在楚风的画作面前，这整个山谷的画作都已经黯然失色。进入殿门，楚风便进入了一座大殿，不仅大殿的墙壁上摆满了画作，大殿之中也有着诸多画作漂浮着，但这里并非尽头，前方还有一道门，不过那道门乃是关闭着的。小友，这里可不只是老夫的画作，还有许多大师的画作，每一幅都是珍藏佳品，你先在这里慢慢欣赏吧，老夫这里有点事，去就来。结界画师此话说完，便离开了此地。至于楚风，虽然对那扇关闭的门更好奇，但却也不由得打量起此处的画作。如结界画师所言，此处的画作的确更为精湛，倒是值得楚风学习。楚风认真地欣赏此地的画作，欣赏完墙壁上的画作之后，他开始欣赏漂浮在大殿半空上的画作。突然，楚风神色一动，他发现了一幅描绘景色的画作，而那上面的景色让楚风感觉非常眼熟，那好像是九州大陆的一处景色。而看到落款上的名字之后，楚风更是心神一震，那是3个字的名字，名为清玄天。与此同时，结界画师离开此地后，他来到了画师山的深处，在这里有着一座宏伟的宫殿。来到殿门前，结界画师师以一礼道：“大人，楚风来了。”清玄天，难道是九州大陆那个清玄天吗？女王大人不敢确定，毕竟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同一个名字的地方都数不胜数，就别说同名同姓之人了。这画中的景色正是九州大陆的一处山脉，应该不会错了。相比于女王大人，楚风则是非常肯定这画的质量如何。女王大人的言外之意是想通过这幅画的质量来判断作画者的实力，画的质量不错，并且我能看出是真龙界灵师的手笔。楚风说道：“真龙界灵师，这么说来，清玄天不仅成为了界灵师，并且还成为了真龙界灵师，他竟然会变得这么强？我以为他早就被你甩在了身后。”女王大人有些意外，虽说清玄天在九州大陆乃至于祖武下界都是传说，可祖武下界是什么地方？那是真正的鸟不拉屎的地方，在那里成名，不代表可以在凡界成名，更不代表可以在上界成名。就别说星域，别说整个浩瀚修武界了，况且清玄天除了在祖武下界之外，便没有任何动静，这都足以证明他可能没有翻起什么浪花。所以女王大人一直认为楚风可能不会碰到清玄天了，也认为楚风早就超越清玄天，甚至远远的将清玄天甩在身后了。但今日一见，似乎并非如此。楚风，你能确定吗？真的是真龙界灵师？女王大人又问。能够确定，的确是真龙界灵师。楚风道：“是真龙界灵师的什么境界？”女王大人又问。无法确定，但我感觉应该是出气。楚风道：“会不会是有人代笔，而并非真的是他本人之创作？”女王大人又问。不会，我之所以如此确定，并不止因为这景色来自于九州大陆，这笔锋也是清玄天的笔锋，一定是他。楚风说道：“他的结界之术都达到了真龙界灵师的话，那他的修为一定不会弱于结界之术，毕竟他是钻研修武的，他怎么会这么强了？”女王大人很是好奇，其实也是能够预料的。当年他放弃了4项神体，可是我父亲又说4项神体乃是天赐神体中能够排在第3位的天赐神体，就算当初的清玄天不知道4项神体的排名，可那是他的天赐神体，他应该也能够感受到4项神体的厉害才对。既然放弃了天赐神体，便说明他有了更好的选择，至少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是更好的选择。楚风说道：“这画作既然收藏于此，那结界画师很可能是见过清玄天的，到时候问问他吧。”女王大人道：“我也正有此意。”楚风虽然好奇清玄天的事情，但还是继续观看了起来，因为他发现这里的一些画作非常古老，乃是远古时期的作品，并且那些画作虽说所画的景物不同，可却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阵法很可能相同。而越是观察，便发现这样的画作越多，且不仅是出自于同一个时期，更是出自同一个人。最主要都是一番观察之后，楚风发现那些画作竟还有着一抹相同的气息，虽然很淡，但楚风还是察觉到了，那竟是这众生平等殿相同的气息。因此楚风猜测，那些蕴藏相同阵法的画作很可能是这众生平等殿真正的主人。楚风很好奇，这位布置出这么多相同的阵法到底是为了什么？与此同时，在这大殿外的山谷内，
那名楚风最先见到的女子来到了店门前，他尝试着推动了几下店门，却发现店门纹丝未动。可他并没有离开，反而是用手抚摸起来，但却是有规律的抚摸，就像是在门上画着什么东西。喂，你在做什么？快住手！这里是你能乱来的地方吗？他这个举动立刻引起了不少人的斥责，可他却不予理会，继续着他的行为。终于有男子忍不住了，走上前去恶狠狠地道：“你是不是想找死啊？我让你住手呢！”可就在那男子靠近后，那名女子则是猛然回头。他一回头，那名男子顿时呆在了原地，表情也是变得扭曲起来，因为那女子的眼神非常吓人，让他不敢再多说半句。用眼神吓退了男子之后，女子则是捏出了一个奇特的法诀。这个家伙到底在干嘛？他该不会觉得他能够打开这道门吧？见此行为，众人冷嘲热讽。可下一刻，那女子体内竟传来了一阵恐怖的咆哮，就像是在她的体内住着一个可怕的怪物一般。紧接着，一重又一重暗紫色的气焰伴随着那恐怖的哀嚎，不断自其体内涌现。那气焰竟然还夹带着复杂的结界符咒，释放速度之快，很快便覆盖了这片山谷。那是什么怪物？这个家伙他到底在做什么？见到这一幕，山谷内的大部分人都慌了。在这里，他们的修为明明都是被封印的，可这名女子不仅释放出了强大的气焰，并且她所释放的气焰却异常的阴森。但也有少部分人表现得非常淡定，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女子，眼中甚至好有期待。不明真相的人们意识到将有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于是有人赶忙向那离开此地的结界门行去，但却惊愕地发现那结界门竟然失效了。原因自然是与那覆盖了整片山谷的暗紫色气焰有关。与此同时，楚风所在的大殿之内，那座大殿深处的大门则是开始微微颤动起来。楚风看了一眼那道大门，便将目光投向了外边。虽然看不到山谷内的景象，可他却隐隐间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楚风，怎么了？女王大人问。好像有不妙的事情发生。楚风道。此时山谷内那女子的眼眸也都变成了暗紫色，随后双手握在一起，又捏动了一道法诀。下一刻，更为磅礴的气焰释放而出，不仅覆盖整片山谷，更是向山谷外肆虐而去，很快渗透到了众生平等殿的外面。此时，原本在画师山深处的结界画师顿时脸色大变，赶忙向众生平等殿飞掠而去。只不过此时的众生平等殿已是被那暗紫色的气焰所覆盖，那气焰太恐怖了，充斥着阴森邪恶的气息，因此哪怕在画师山外的人见到这一幕，也都是面露不安，许多人纷纷向远处退去。见此情形，结界画师的脸色也非常不好，只见其大袖一挥，数百道画卷自其怀中飞掠而出，那画卷越来越大，最后如同一张张巨大的符纸一般，闪烁着光华，向那暗紫色的气焰压迫而去。那乃是封印阵法，非常强大的封印阵法，可那气焰却异常强横，哪怕面对如此强大的封印阵法，却也只是不再继续扩散，可并没有被完全压制。与此同时，楚风所在的大殿内，那些楚风先前发现的似是此地主人所布置的诸多画卷开始闪烁光华，并且就像是有自己的意识一般，少部分封住了进入大殿的门与墙壁，而剩下的大部分则是快速旋转，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护盾。此时楚风也终于知道这些相同的阵法是什么阵法了，那全部都是封印阵法，极为厉害的封印阵法。可哪怕如此，还是有暗紫色的气焰仍是开始从墙壁、大门缓缓渗透而入，渗透进来之后，便快速的向那大殿深处的大门飞掠而去。只不过还未靠近，便被诸多画卷形成的防护盾给击碎开来。楚风，难道这里封印着什么东西？女王大人问。对，并且是非常厉害的东西。楚风说话间，将目光投向了大殿深处的那道门，因为那道门的颤动越来越强烈，就仿佛有着极为可怕的东西欲要破门而出。那是什么？画师山外，众人已经远离，可看着那不断自众生平等殿内溢出，欲要向殿外冲击的暗紫色气焰，众人仍是感到不安。胆小之人已经逃离此地，留下来的其实都是胆大之人，但留下来的人也做好了随时逃脱的准备。他们都预感到那暗紫色气焰乃是不祥之物，哪怕结界画师也是脸色越发难看。因此人们都觉得结界画师未必能够控制此物，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结界画师现在也全然没有把握控制此时局面。该死，究竟是何人所为？结界画师心中愤恨，但眼下却没有任何办法。身为众生平等殿现在的主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现在发生了什么。若是被封印在殿内之物跑出来，莫说是他要死，在场的其他人也全都要死。可现在这暗紫色气焰虽然可怕，但并非那封印之物所拥有，而是来解救那封印之物的。此事定是人为，是有人想要将那封印之物释放而出。此时殿内越来越多的暗紫色气焰开始涌入大殿之内，尤其是大门处映射出了古怪的图案，那图案似阵非阵，但却非同小可。那贴附在大门之上具有封印阵法的画卷都被燃烧，也因此越来越多的暗紫色气焰从那大门处涌入。随着暗紫色气焰越聚越多，他们的力量也是越发强大。那位于大殿中心由诸多画卷组成的画卷大阵也是逐渐丧失压制力，尽管粉碎了大量暗紫色气焰，可仍有少部分侥幸掠过，而只要从画卷大阵冲击而过的暗紫色气焰便会直接向大殿深处那道大门内渗入而去。可是伴随那暗紫色气焰的渗入，那大门的摇晃则是越发剧烈，甚至隐隐间能够听到声响，那是咆哮，不是猛兽的咆哮，似是厉鬼的咆哮，总之非常瘆人。楚风，不妙啊，能不能想办法逃出去？女王大人问道。她也听到了那声音，只是从那声音，女王大人便能判断那殿门内封印的东西必然是极为邪恶之物。那殿门被封了，我出不去。楚风说道。前辈，您恢复的怎么样了？楚风这话问于体内，是对那神鹿说的。这种情况下也只有神鹿能帮他了，本神还没恢复好，不能帮你，你自己想办法。神鹿给予了回答。
只是这个回答却断送了楚风逃脱的念想。随后，楚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行为，他竟向那封印邪恶之物的大门走去。见状，女王大人也没问，他知道楚风必然有自己的想法。来到店门前，楚风先是凝聚阵法，将阵法凝聚于耳朵之上，随后将耳朵贴附在那不断颤动的大门上。楚风早就使用过天眼了，但天眼根本看不透这门，但是好在此门可以传递声音，他是想要通过声音来判断里面的形势。如我们所料，这里面是非常可怕的东西，但具体是什么我无法判断。不过现在的他很狂暴，很愤怒，并且是伴随那些紫色气焰进入之后才更加的愤怒的。楚风说道：“为何会如此？那气焰不是来救他的吗？”女王大人问：“与其说是来救他的，更像是来掌控他的。”楚风说道：“所以说是有人想要掌控这个被封印的邪恶之物。”女王大人问：“多半如此。”楚风说道：“那结界画师怎么还不回来？”女王大人问：“这个动静他不可能察觉不到，对方有备而来，我猜他可能也有些无可奈何了。”楚风说道：“那该怎么办？”女王大人问：“等一等，这门还很坚固，但随着那紫色气焰渗透，会逐渐瓦解。这门的力量越是虚弱，我能听到的情况便越多。”楚风说道：“但不也更危险吗？”女王大人有些担忧：“这门是封印那邪恶之物的最后防线，若是此门破碎，楚风可就真的要遭殃了。”没事，蛋蛋，我也有打算，也许这是一次机会。楚风说这话的时候颇为自信。随后，楚风开始布置阵法，那是一种掌控的阵法。随着时间流逝，暗紫色的气焰越来越多，躲过画卷阵法，汇聚那邪恶之物所在大门的则是更多。虽然这暗紫色气焰十分利奥的，但似乎无法伤害楚风，只具备渗透以及掌控那邪恶之物的力量。而楚风的阵法已是完成，但他没有催动这阵法，因为楚风还在等，他在等一个时机。终于，那被暗紫色气焰不断渗透的大门出现了一道裂痕。当那道裂痕出现的一刻，楚风身形一纵，直接来到了那大门之前，左手捏动法诀，右手则是按在了那裂痕之上。就是现在，此时楚风的脸上竟涌现出了兴奋之色，并且很快，原本剧烈颤动的店门竟开始逐渐安静了下来。哪怕暗紫色气焰仍源源不断地渗入其中，可店门内的那被封印的邪恶之物却不再那么狂暴。而当那被邪恶之物稳定下来之后，楚风便转身飞向了他先前布置完整的掌控阵法。阵法催动之后，金光四溢，那阵法力量竟纷纷涌入那些蕴藏封印阵法的画卷之内。与此同时，楚风也是大喝一声：“为我所用，我来帮你们阻挡入侵之物。”而那些蕴藏封印阵法的画卷，就像是听懂了楚风的话一般，两者相融，楚风获得了掌控那些画卷的力量。而在楚风的指挥下，画卷不是单纯的围在一起快速旋转，而是如同千军万马，以排兵布阵的方式对那些暗紫色气焰进行反扑。店内的气焰不仅瞬息之间被粉碎，就连那店门也是被楚风封锁的严严实实，暗紫色气焰无法继续涌入其中。山谷之内的女子似是察觉到了店内的变化，于是她也是眉头微皱，但她也只是意外，却并没有慌张，而是取出一张暗紫色的符纸，悄悄地埋入了山谷的地底之中。做完这些之后，她便走向了离开此处的结界门，走了进去。此时，众生平等殿之外，结界画师仍在全力压制那暗紫色气焰。很快，他看到一道身影从那众生平等殿内走了出来，此人周身缠绕的正是暗紫色气焰。虽然看不到她的五官，可其长发飞舞，还是能够判断出她是一名女子。“你是谁？”结界画师怒声问道。他知道这名女子便是做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别白费力气，你封不住她。”那女子此话说完，便周身传送之力涌现，直接离开了此地。当女子离开之后，仅剩的暗紫色气焰很快便被结界画师压制。结界画师不敢犹豫，赶忙进入众生平等殿，且直奔楚风所在的大殿之内。而他推开殿门进入，看到大殿内的景象之后，顿时大惊。